这是和离书，1个月后生效，目的是向三界宣告你我自由之身。届时，你需立刻搬离梧桐岛。但也就意味着，至少在这1个月内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待在梧桐岛做我的赘婿，对吗？就这么办吧，要让三界都知道我与妖皇订婚之事。是。凤仪，神君。 为什么要嫁给弘毅？神君既然来了，不妨就说公事吧。什么公事？我就是来问这个的，回答我。我要嫁给谁，与谁成婚，不需要与神君商量吧？但你与阿九，你们不是只有朋友之谊吗？是朋友之谊。不过今日无情，不代表日后也会无情。阿英，不要嫁给别人。我不是阿英，放手。不放！我好不容易把你等回来，不想放手。神君怕是忘记自己亲口说过什么话。你说一只水泥兽，不过是你神君一生中短短的一瞬。阿英与我虽有同门之谊，但亦不过三界过客。刚与阿静的种种，于我而言不过花火一瞬，早已消散。如今我是凤仪，是半神，便又能在一起了。不是的，我当时那是因为。 是因为什么？终归是我的错。错与或是没错，不重要。 嫁衣已备好，请殿下过目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凤仪，想什么呢？神君又来我梧桐岛干什么？我知道你要成亲的真相了。你假成亲是要骗得神光降临，对吗？你的胆子也太大了。祖神殷殷期盼，结果你们却想欺骗神光降临，这要遭天谴的。不劳神君费心了，只要能找到那一个人，无论什么惩罚，我凤仪自会担下。 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选我？与我成亲，不也可以得到神光降临吗？你不要再与我胡闹了。我没有胡闹，我是真神之子，要度过这天罚，不比你们容易得多。你就会觉得，
全天下的女子都想嫁于你，此事我已经决定了，不必再说。凤仪，缘起，你莫要在我梧桐岛当登徒子，赶紧给我解开！本神君不解，本也没想当什么登徒子，没想到倒是条好路子。你似乎忘了，火凤本就是混沌真神的命定神兽，你应当听从本神君的命令。现在，我要求你跟我回青池宫。你干什么啊？缘起，哎呦，神君，我家殿下怎么了？凤云顶撞本神君，我要带他回青池宫领他。放下！啊！哎，神君，使不得呀！瞧这醋劲儿！哎呦，陛下，你还笑？这殿下都让人扛走了。他是真神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这年轻人的事儿啊，管不了。放下来！缘起，到底要做什么？这是凤鸣仙园的残片，存储着凤鸣死前最后的记忆。你只要给我几日，待我将这个阵完成，就可以找到凶手的线索。你是不是就不用跟红衣成婚了？神君有神君的办法，我有我的打算。你该不会真的觉得我与红衣成婚，只是为了找到修魔者吧？你们还有别的打算？别的事情你就别管。但我别再闹了。免礼。红衣。妖皇陛下为何还没有到？都这个时候了，新郎人呢？哪有人成亲还迟到的？这妖皇架子未免也太大了。早就听闻妖皇与凤凰的婚事是一场利益交换，如今看来，你们妖皇这个态度，果然不是真心想娶凤凰。彻儿，休得胡言！一派胡言！这男人都这样，皇也太没面子了。对呀，把凤凰当什么？是啊，太过分，都成就了，妖皇太大了。对呀，到底什么时候来？凤凰，妖皇陛下应是醉酒未醒，误了吉时，醒酒后也不知去了何处。燕爽也不在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妖皇难道是想悔婚？想不到他凤凰成婚当日就被新郎当众抛弃啊，当真是颜面扫地呀！既然妖皇根本不想娶，当初为何要答应这桩婚事呢？因为是我不想让他来。诸位请起。妖皇乃是被本神君灌醉的，这次成婚，怕是来不了了。
最后把你们第2个计划告诉我了。你们想借梧桐吸收神光，找到紫月，我也可以助你啊。要说成亲，我们好歹还有一次经验，都是假成亲，我不比红衣强些吗？撒泼泛滥的本事，你比谁都强。神君，妖皇醉酒误婚，实在不将我们仙界放在眼里，我们也不能让凤凰受这等委屈。我看这场婚事不如就此作罢，您也不必再为妖皇开脱。之前的婚约自然是不作数，要不然我今日抢亲，不就白抢了？抢亲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诸位都在此，听好了，并非是妖皇不想来，而是本君费尽心思将他灌醉，他来不了。我倾心于凤凰许久，没料到被妖皇占了先机，只能出此下策。真的？今天诸位都在，我要请各位帮我做一个见证。我缘起愿以整个青池宫为聘，自愿入赘梧桐岛。入赘？凤凰可愿纳我为夫？大家都看着呢，给个面子呗。大事要紧，咱们先拜堂，等神光降临查出此约，此乃正事。缘起神君，对本皇痴心一片，诸位今日在此见证，缘起从此之后，便就是我梧桐岛的赘婿了。小石锅可真霸气。那我梧桐岛，今天这面子可是赚足了。那我们去拜堂。当夜风轻轻窥明月如梦。今日让苍穹与后土为证，缘起与凤仪结为夫妻。缘起愿生生世世守护凤仪，虽死不休。当将相对了。
是一桩美事啊！既然决定放手了，又何必再这样踩我？你刚来干什么？我刚当着整个仙界入赘梧桐岛，除了这个地方，我也无处可去了。你也知道，你我是假成亲。如今你在……你干什么？我们虽然是假成亲，但现在整个三界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总不能让人发现破绽。仙师凤歌来给殿下和神君送合卺酒。凤族仙师，进来吧。夫人，忙了一天了，累了吧？来，坐一会儿。辛苦了，我去帮你捏一捏啊。今天我们也早点休息。手都凉了，我帮你暖一暖。凤歌恭贺殿下、神君大婚之喜，愿殿下早日诞下小殿下。别动。既然这合卺酒也送来了，夫人，我们干上一杯。来，今夜星月交辉，不如一起去赏个月。好。看哥走了，这戏也不必再演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可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未免节外生枝，我们还是小心为妙。这碗合卺酒，那不如这样，今日你睡榻，我睡床。明日我会找人看着凤哥。阿英，我们在人间也曾成过一次婚，当时时间仓促，没来得及准备这些，婚房也很简陋。不过你当时眼里的光，比这9重天的星河都要耀眼。之前都是我的错，错过了阿英，好在现在有了让我弥补的机会。若隐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
申君，莫要得寸进尺。这究竟是梨花酿，好喝，真的不来一口？本来就是假的，喝不喝哪有那么重要？当然重要，拜了堂，喝了酒，才算礼成。说不定天罚就不会降下了。没有婚书，本就是欺骗。神君当真觉得神界好糊弄吗？的确，神界天罚定会降下。不过我本就是混沌之神，天罚于我而言，就像本源入体，无碍。这天罚由我来承受，再合适不过。这计划最开始本就与你无关，当真是有天罚降下，我与你一同承受。凤云已经去清查未赴婚礼者的名单，浮尘已经去追踪子月。我们虽是假夫妻，但婚礼是真的。这是和离书，1个月后生效，目的是向3界宣告你我自由之身。届时，你需立刻搬离梧桐岛。但也就意味着，至少在这1个月内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待在梧桐岛做我的赘婿，对吗？夫人。殿下，神君，早膳备好了。大清早的闷声不吭跑哪儿去了？不会是独自去领天罚了吧？凤凰，神光降临时缺席宾客的名单已经复核完毕。除去一些外出历练久未回归的仙君，剩下的都在这儿。这5人就有杀害凤鸣的可能，将这5人逐个调查。不必。神君，我来助夫人一臂之力。还记得我曾与你说过的凤鸣残垣吗？可是修复好了。正想与夫人一同探个究竟。快来人！我要见缘起，我要见。看清楚了吗？杀害凤鸣之人虽修的是魔气，可能是因为仙界入魔的缘故，运功的波动还是先决。而且此人的手法与当时在大泽山种下噬神花的人一模一样。这5位仙尊之中，右手起诀，仙界北地，以飞羽凌空升仙，那便就只有华墨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这家伙手上沾满了鲜血，一定要把他拿下，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。华墨是肯定逃不掉的，不过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华墨背后是否有其他修魔的先祖。我们先按兵不动，
等待一切查清楚之后，再用雷霆手段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浮尘那边可有消息？浮尘已追踪完大部分洞府，这是目前已经返回的结果。紫月不在白鸟岛，会不会是华墨用了结界隐藏？不可能。浮尘的追踪之术乃是3界之最，更何况还有神光的加持。当年祖神用神力设下9元结界，结界上的神力会与神光互相呼应。若紫月当真在白鸟岛，神光不可能感应不到。狡兔尚且3窟，我若是华墨，也定然不可能把这紫月藏在自己家里。宁云山结界时，当初被青灵给拿走，华墨既是与他勾结之人，结界时定应该在他之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紫月很有可能在明云山结界之中。秘密移动紫月，也不是什么问题。可这华墨会藏在哪里？这倒是不急。如今这4海8荒的洞府，我们也只搜查了一半。现在有着神光的加持，紫月定然无所遁形。派人跟着这华墨，一举一动，我都要知道。是。夫人，先吃点吧。天罚还未曾降下，还望神君莫要像今日这般一声不吭的消失，被人看出了端倪。玄池仙境，9州8荒皆已追踪完毕，浮尘确定紫月就在玄池。这华墨倒是狡猾得很。传说万物只要碰到弱水，便都会沉底。如果没有相克的法宝，弱水云头还真是不好进。此事先不要透露风声，待到夫人，神君，长老，来。这又是做什么？自然是为你准备的点心啊。我既然入赘了梧桐岛，就要有一些赘婿的样子，照顾好你的饮食起居嘛。神君有心了，老臣告退。这是我按照人间菜谱，这个叫我有陈皮正事要糕与你说。来尝一下。我有正事与你说。就一个。你先别。相信我，会好吃的。来，我说你别玩了。来，你先别闹了。抱歉，打扰姐姐跟姐夫了，我走，你们继续。阿宇，阿宇，你方才说姐夫？姐夫呀，虽然你们是假成亲，但是姐夫说了，必须要像真的一样，才不会被狡猾的魔族抓到蛛丝马迹啊。说的没错，阿玉，孺子可教。阿宇今日来找姐姐，可是有什么事情？自从姐姐跟姐夫在一起后，你们都没有时间陪我玩了，我实在是太无聊了。可是，如果你们能给我生个小外甥，那就天天都有人陪我了。我来就是想说这个的。我说完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阿宇，阿宇。阿宇都被你给教坏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的。我可没教他这些啊，这是阿宇自己的意愿，我们应该尊重才是。我当真是有正事要与你说的。紫月找到了，玄池仙境，弱水源头。
傅晨剑找到紫月下落时，我就在旁边。你现在应该是在想如何渡过那弱水，对吗？听你的意思，你可有办法？这弱水可以吞噬一切有灵力和重量的东西。这灵力嘛，我们倒是可以用天梭衣遮蔽一下我们的灵力，但重量可能就需要另外一件法宝了。十尾天狐的狐狸毛？没错。阿九的十尾乃是灵力所化，本就是天地至亲之灵物，也可以保护大多有重量的东西。若是可以借出它的几根狐狸尾巴毛，缝在我们天梭衣上，便能渡过弱水。只是我刚抢了他的亲，所以此事还得靠夫人出马。知道。好你个燕爽，非要跟我划清界限是吧？别后悔。袁启，抢婚的事没找你算账，自己送上门是吧？自己不胜酒力，怪得了谁？现在凤仪与我成婚，赶紧死了这条心吧。要不是你使诈，我怎会做过婚礼啊？好了，男子汉拿得起放得下，更何况你们假结婚骗取神光是要遭天谴的。我帮你躲过一劫，2000了。我用你帮我渡劫？可以了，先别闹了，处理正事吧。夫人，是他先动手的。弘毅，我们此番前来是真的有要事要找你。等此事做完，袁启就留在这里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我绝不插手。你真要把我交出去啊？你若再说谎，此刻就把你交出去。换做从前的阿英，这种情况下她一定会护着你，可没有这么铁面无私啊。是啊，所以此刻我只是凤仪。是啊，你是凤仪，我是阿英了。原来背后是华墨这个老东西在搞鬼。等我找到他，一定把他抽筋拔骨，解我心头之恨。所以啊，这不是来借你几根狐毛，打算反将他一军吗？你看看，就那么几根儿，还想要解你心头之恨啊？哎，你干嘛？别动手啊！再来几根，这些一半就够了。赶紧的！哎，你干嘛？给我别动手！没有？哎，你给不给你？可以了，坐下。你们二人，一个神君啊，一个妖皇啊，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，跟孩童似的。对了，弘毅，我刚才听守卫说，你去找燕爽了。所以你们别提了，一想到他我就来气。照你所说，燕爽的顾虑并不是没有道理。自从华叔当了代天帝之后，孔雀族对鹰族的打压愈加肆虐，如今整个鹰族的重担全在他身上，你应该要理解他的。这些我又不是不懂，若只是避嫌，我会不配合他吗？可他现在分明就是要跟我完全断绝关系，我们这么多年生死之交，他说断就断，岂不让人心寒？也是，这燕爽怎么说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
不至于因为那些压力跟你闹得泾渭分明吧？哼，他就是有了那个怜惜，早把我抛在脑后了。怜惜是谁啊？就是小白脸。小，刚才我去找他，他竟然跟那个怜惜去赏什么雪莲，什么重情重义，我看就是见色忘义。所以，你其实是在担心，你担心他有了怜惜之后，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不再是你了，对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他爱跟谁交往跟谁交往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只是他作为我妖皇的朋友，被一小白脸用一破花骗了去，说出去我都嫌丢人。并且，这个怜惜已经被我拆穿了，他就是对燕爽居心叵测。我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，怕燕爽被他骗了。明白，全明白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去找燕爽聊聊，解开你们之间的误会。不必了。不必了。不用。不用。说的好像我求他做我朋友似的。既然他要跟我划清界限，那我就成全他。以后他的事儿，我不管了。那你们的事情，我也不管了。不过，我还是要去找燕爽的。我要去祝贺他继承王位。啊！继承王位？如今当了鹰王，果然沉得住气了。那是，不过和我们凤凰相比，自愧不如。来。其实今日我来，不只是要说这些事情。我听说你与弘毅之间有一些误会，所以今日我其实没有什么误会。事实正如你所见，如今我已继位鹰王，我族人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我与弘毅之间，除了公务以外，不方便也不合适再有其他牵绊。我明白。此前你与弘毅交好之时，就引来了不少非议。如今你是鹰王，代表的是整个鹰族的立场。但是燕爽，你别忘了，我是百鸟之首，也是带头与妖族交好的，所以无论是非议也好，任何事情，我都能帮你顶着。就算有你帮我顶着，我也不能就此懈怠啊！若我还和之前一样，对他心存侥幸，藕断丝连的话，只怕终将会一事无成，最后伤了我父王还有族人的心。你是逼自己在放下。对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况且我作为堂堂一代鹰王，岂能因为感情耽误了我的大业？再说了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与其苦苦追寻一个对你永远没有回应的人，还不如找一个真正喜欢你、对你好的人。你怎知弘毅对你没有回应？万一有一天他突然开窍了呢？不会再有那么一天了。就算有，如今我是一代鹰王，和他之间再无可能了。燕爽，你放心吧，这不是我在赌气，这是我深思熟虑以后做的决定。好，无论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你不要忘了，如今的我，也可以为你撑腰的，所以只要你需要的时候，我都会帮你。记住了，多谢你，我的凤凰。神识好大的威风。如今这手都伸到我梧桐岛上来，
阿宇归属我青池宫，我作为长宫调教他有什么不对？我认了阿宇做我妹妹，在这梧桐岛，她也算是有名有分。再说，青池宫已被缘起作为聘礼赠予了我，我也算是青池宫真正的主人。神使作为长宫，也应是听我来调遣。我是受颐和真神的旨意，特地到仙界来照顾小神君的。除了颐和真神和小神君，谁敢使唤我？小神君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别说是阿宇，如今就算是你，既然与小神君成了亲，我也一样管得了。那神使想要如何管呢？是想像曾经对阿英那般，将他丢进无尽崖的飓风中自生自灭，又或是再抽一次你家神君的情丝呢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？都曾经历过，又怎会不知道你的手段？都曾经历过，你难道？水灵兽是生命短，但我们不低减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当初我仙渊四散，一分仙渊落入水灵兽的体内，是已沉寂的水灵兽得以苏醒。毕竟是阿音。我还以为高高在上的神使大人，早已把无名小卒阿英忘得一干二净。我就是阿英。红绸来找凤隐的茬。是啊，陛下，这红绸在三界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，我就怕小殿下受了委屈啊。以我对凤隐的了解，这3界之内能让他吃瘪的，除了缘起，没有别人。哎呀，陛下，话是这么说，那小殿下真要是受了委屈，您不也心疼吗？这3界捧高踩低的风气，我降世之前早有体会，也无甚稀奇。当初我作为水灵兽之时，你视我的命如草芥。如今我凤隐回归，你又眼巴巴的来替缘起求亲，这副变幻的嘴脸，当真是可笑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讨厌阿英对他下手，全是因为他会给小神君带来劫难。所以呢，阿英的命就应该给神君的命让路吗？在你眼中，水灵兽的命就如此随手可抛？东华神君和师兄们费尽全力，两人都想保住，而你呢，自诩高贵，目空一切。你凭什么对阿姨的命进行审判？你凭什么判定谁生谁死？你自以为自己看清了一切，可曾料到今日的局面，到底是一叶障目？自以为是吧？我原以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小神君好，却不料竟是我妄作主张。正好，天帝陛下也在。凤隐想问天帝陛下，青池宫神使蓄意谋害历劫火凤，该当如何处置？神界本就不可徇私干预3界之事，更何况是屠害3界生灵。你此番阳凤因为迫害凤凰，若让颐和真神知道，定会将你逐出神族。逐出神族，你该庆幸，
凤吟此番有惊无险，若他肯原谅我，或可免除惩处。红绸一生只跪拜过颐和神君、元齐神君，自认为无愧于神界，却终究不过是自以为是、断节狭隘。红绸不怕被逐出神族，因为红绸一生都是以小神君的福祉为重。但红绸今日方知大错特错，再次向凤凰一拜，不妄求凤凰原谅，我愿付出一切代价，任凭凤凰惩处。罢了，无论你是真情或是假意，你至少帮元启带大了阿宇。若日后你再将你所谓的尊卑规矩搬弄到我的面前，欺负到阿宇头上，我定会让你知道，仗势欺人一点也不难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阿英还受过这些委屈。说起来，红绸做的这一切，其实都是为了我。若是勾起什么你不好的回忆，你怎么骂我都行。都是过去的事情，不必再说。但我没想到，你还是愿意让红绸在秦时光终老。他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。某一角度来讲，他也不算是做错。早些休息吧，明日还要去找紫月。弱水之源，这弱水本就难渡，没想到此处还有如此浓郁的水雾，一般仙妖根本到达不了源头，怪不得千年以来都没有人能发现魔族的痕迹。这回多亏了弘毅了。啊，这就是九烟煞月。哎，别乱跑，只要我们有接触，天尊就能保护我们的安全。走吧。
小西仙。 宁云山的隐匿结界。紫月，果然在这儿。宁云山的隐匿结界运用至此，魔神明启当真是好算计。这1000年来，我搜遍三界，从极西的大雾山到极南的丽渊海，甚至是北海诸岛，无一不探查过。 却从未发现任何紫月的气息。你可有感受到一股灵力的波动？感受到了。等等，这个屏障不对劲。这屏障不能破。他们已将这屏障与九渊结界连接在一起。若我们强行打开屏障，很有可能会冲击九渊煞域的结界。 看来魔族是想要用此法撞开九渊结界。刚才那股奇怪的灵力波动，应该就是某种力量在冲撞结界。难道除了此处之外，还有别的通道？此弱水源头，难有仙妖能来。看来华墨试图想用另外一个通道撞击结界。当务之急，我们要赶紧找到另外一个通道，将它堵截，要不然可就危险了。先走。 怎么了？原来华墨1000年前就与魔勾结，那1000年前那些事儿，一定与他脱不了干系。蓝风、大泽山，包括你所承受的一切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他碾成齑粉。我们已经找到紫月了，只要将九渊煞域收回，控制住，与魔族、华木的场，很快就能算清。 我想了一个法子，或许我们可以用浮尘找到连接九渊的其他通道。这是弱水源头那儿屏障结界上的灵力。你是想像神光共振、感应紫月那般，用梧桐叶收集到的灵力，去感应另一个通道？没错。不过如今华墨与魔勾结已成事实，但我们还不知道孔雀族内。 乃至整个仙界是否还有他的追随者？在找到其他通道之前，我们不可打草惊蛇。如今我最担心的是华叔，他来参加婚礼了，应当还未入魔。望他不要太糊涂。凤哥和华墨果然有私。你干什么？我们要一起睡啊。会合？你别多心啊，我也是为了顾全大局考虑。你想，我们现在既然觉得凤哥有问题，我们就要做事更谨慎。万一被他发现我们分床睡，之前的戏不都白演了？以水碗为界，一个人朝床头，一个人朝床尾，互不侵犯。现在可以睡了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
你背上为何会有伤？之前不小心撞到了元皇古堂，小伤，无妨的。我帮你上药。疼吗？没有。我轻一点。夫人，还是挺关心我的吧？你别乱叫啊！是长雀不在，举手之劳罢了。这药膏为何会没用？当真是被刺伤吧？为何看着像法器的沉静？你这伤……元皇古藤自古便被选来熔炼法器，它造成的伤口也是如此。可，夫人手真巧，伤不疼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华叔殿下想论尊卑，为何不找我来论？论资历，我乃半神，你不过是上军巅峰；论品阶，我乃凤凰。你混了1000年，不过混了个代天帝的名号。论地盘，青池宫是神君居处，可如今神君是我的，这青池宫也是我的。你是有何胆子在此处撒野？还不向本皇谢罪？这么喜欢青龙台，这青龙台可是你华叔徇私行恶的地方。1000年前没能在青龙台上斩杀我，如今想碰我妹妹，真当是觉得水明社一族好欺负。原来真的是你，水凝寿阿烟。凭什么？这不公平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，为蓝风偿命！此前看在蓝风的面子上，我对你百般容忍，但此刻我不再是善心泛滥的阿姨，便不会容忍你胡作非为。话说，不怕念其，只怕绝齿。若你再多般阻挠我以元气查案，我绝不会手软。不过我提醒你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失去的就不只是天帝的位置。凤凰，红绸向殿下谢罪。当初是我护主心切，屡屡违背小神君的意愿，阻断您与小神君的情缘，令小神君1000年受苦，至今难以安顺。这实非我所愿。此前的事情，就不必再说了。不，有些事殿下应该知道。小神君一直深爱着你，他那时为了护你，不惜在你身上打下魂印。让我伤不了你，动不得你，我只好趁他疗伤的时候，抽去了他的情丝。这些事情，小神君全然不知。一边是师门，一边是所爱。我明知小神君情深意重，却步步紧逼。贤竹贤善，受东华嘱托。不能将真相告知小神君，如今又不是要取那阿英的性命，无非是要斩断对他的情丝，于他又有多大的伤害？是小神君一己私情中毒，还是大泽山众生的命中毒？其实情丝是我自愿被抽走的，正好，我们的缘就此了结。
小神君深爱着陛下，却又不敢牵连大泽山，只好捏断了情丝，避开了你。他那时所说的全部都是违心之言，他并非如他所说，觉得水灵兽一文不值。可小神君，即使被我抽去了情丝，却仍为你再次生了情。他想一生都守着你，甚至愿意为你放弃成神。但纵然阿英去不了圣界，我总有办法不回圣界。这真神身份我不要也罢，只是我若连心爱之人都无法相守，我谈何立于神位之上，庇护苍生？那时你从幽冥界回来，命在旦夕，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混沌之血为你续命。他怕你知晓后不肯用此法续命，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后来，他终于问到了可以帮您重塑仙体的法子，便四处寻找那几样3界寒阶的仙材为您炼制着华山。又从华叔那儿求来了灵雨雀冠，所以小神君对华叔多有亏欠，才会给他玉印，尽力应他所求。他甚至还寄上了自己一半的神力。正因为有这化神丹所在，小神君才笃定，以为用他的混沌之力可以封住你的仙骨灵丹，也伤不着你的分毫。可谁知，阴差阳错。陈前进，救我！从那以后，3界上下，9州8荒，他四处在寻你。我今日说这些，只是想要殿下了解，自始至终，小神君从未想过要放弃阿燕，放弃你。即便是大泽山遇难，他也一心想顾全你。他做了这么多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